朋友们，如果你手里有10000美金啊，你觉得一年能赚多少钱呢？那我告诉你啊，真实的案例当中，有人能赚200倍，就是1万变成了200万，茅房啊直接变豪宅。这个就是世界炒股冠军拉瑞·威廉姆斯在1987年的真实战绩。这个视频呢，可以让你在短短的6分钟之内学会短线冠军的绝杀战法。建议啊，立刻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反复的学习。威廉姆斯在全美罗宾斯杯期货交易大赛当中呢，夺得冠军，将1万美金啊交易到114万美金，翻了100多倍。而排名第2的仅盈利了6万美金，已经够厉害了，对吧？但他的获利呢，远不止于此。他的比赛账户金额啊一直在上涨，当年9月达到了204万美金，比初始的资金呢高出200倍。那么他到底有什么绝招呢？我们普通的散户和投资小白能学吗？当然是可以的。今天呢，就来给大家分享他的短线交易中一个既简单又实用的战法——攻击日形态。我会用1、2、3步骤，把复杂的战法啊分解成简单的记忆3部曲，让你清晰的运用。不管新老股民啊，都可以6分钟内学会。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。首先第一步，找攻击日。攻击日啊，顾名思义就是交易结构形成、号角吹响的时机。它的形态呢，分成2种信号，一种是买入信号，一种是卖出信号。攻击日的买入信号什么时候吹响呢？就是在某根 K 线收盘价低于前3到8个 K 线的最低价。如果下一个 K 线出现上涨的走势啊，并且收盘价高于低收的攻击日 K 线的最高价，就可以视为买入信号。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攻击日买入的案例。首先，图中的这根红色蜡烛啊，就是攻击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收盘价啊，明显的低于前一天最低价，而且也低于前面的1、2、3、4、5、6根蜡烛的最低价。所以呢，我们肯定这一根就是攻击日 K 线。而攻击日买入信号的原理啊，就是股价表现得很弱，但往往这样的弱势表现呢，让你以为是一个向下的跌破的一个趋势。在这个位置呢，很多人会选择卖出股票，但是转折点来了。我们的第2步呢，就是找到买入信号。如果在这个攻击日 K 线的第2天收出一根阳线，并且这根阳线的收盘价能够超过攻击日的最高价，那么这就是最佳的短线买入点。我们把这根绿色蜡烛称为买入信号的吹响。同时呢，还有第3步，如果买入之后立即以这根阳线的最低价作为止损，这就完成了我们这个战法的1、2、3步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我们看到这只股票果然啊，立刻出现了大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一个找股票攻击日结构买入信号的实战练习。图中的这根阳线呢，明显是攻击日的买入结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前面的这根阴线啊，是收盘低于之前的5根蜡烛的最低价，所以这根是攻击日 K 线。而攻击日之后的阳线啊，明显收盘超过了攻击日的最高价，所以这是一个买入结构。那一个股票呢，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内多次出现攻击日的买入信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做一道非常有意思的实战练习题，找出图形当中真正的攻击日买入信号点。首先啊，我们来看第1根 K 线，是不是攻击日结构买入信号呢？答案是的，因为前一天的收盘价低于往前数至少3根以上 K 线的最低价。所以呢，这根是攻击日。那序号2是不是攻击日结构买入信号呢？答案同样是的，因为前一天的 K 线的收盘价低于往前数4根 K 线的最低价，所以呢，这根也是攻击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序号3和4是不是攻击日的买入信号呢？大家可以把这个答案写到评论区，我会逐一回复正确答案。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动动脑会记得更牢。那我们之前也说过，对于大多数的散户朋友来说，任何单一的技术啊，都建议再叠加其他的指标一起使用。为了让我们的准确度更高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1.0版本的战法升级一下，加上一条5日均线和成交量，会更加的精准。那如何配合呢？我们马上为你揭晓。提醒各位啊，一定要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看到最后。图中的黄色均线呢，就是5日均线。我们来看这根红色的蜡烛。很明显啊，它就是一个攻击日 K 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收盘明显低于前面至少3根蜡烛的最低价，就是图中的方框位置。经过仔细确认啊，前 K 线达到了8根以上，随后第2天这根阳线收盘价明显高于这根攻击日 K 线的最高价，于是这里就是买入信号。
而如果这一天的收盘价也在5日均线上方，我们可以更加笃定的判断买入号角吹响，这个时候胜率更高。再来看下面的成交量，是温和放量。温和放量是买入信号的最佳配合水平。什么叫温和放量呢？一般是指成交量相比前一天略微的放大，但不要放大太多。如果放大太多呢，则代表短期获利了结的人比较多，不适合短期买入。那么温和放量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呢？一般是指放量不要超过2倍以上。像图中的这个案例就是一种最佳状态。果然后面就迎来了一轮上涨行情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卖出结构。卖出结构呢，完全是相反的，指的是某一天的收盘价高于前3到8个交易日的最高价。如果下一个交易日出现下跌走势，并且收盘价格低于高收的攻击日 K 线的最低价，可以视为做空信号。我们来看一个实战案例，图中的这根阳线呢，就是攻击日 K 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收盘价明显的高于前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根蜡烛的最高价，随后第2天的阴线收盘价明显低于这根攻击日的最低价，所以它就是卖出信号吹响了。从这里卖出之后，我们应该以这根阴线的最高价作为止损位，来保护我们的空头仓位。好了，我们快速的用1、2、3步骤来总结一下战法。第一步，找攻击位，收盘创新低或者创新高的 K 线。第2步，等反转，次日反向 K 线收盘价超越攻击日 K 线的最高值或者是最低值。第3步，设止损，以反转 K 线的低点或者是高点作为防守线。听到这里呢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冠军的攻击日战法并没有想象中复杂呢？如果你在评论区打短线2个字我还可以送你一份独门战法，并且呢，可以进入到我们内部的课程学习当中，领取7天的试听资格，让我们学会更多既简单又实用的股票战法，轻松赚钱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